大家好，我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 Sony 新推出的100-400 f4.5GM 这个镜头呢，我相信大家之前应该已经看过一些规格了，因为毕竟发表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呢，这个镜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镜头。我相信如果你是有在拍摄，不管是报道类型的，或者今天有在拍摄鸟类、野生动物的话，这个应该都是你等了非常久的一个镜头。那这次运气非常好，在出发去盛冈之前呢，就拿到这个镜头。所以在樱花季的时候呢，我利用这个镜头呢，拍摄了一些樱花跟鸟的画面，还有拍摄一些人像。那接下来部分呢，就让我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是这个镜头规格，或者是在这一次使用上面的一些心得。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最在意就是它跟上一代之间的区别哦。那我们先拿出之前的100-400GM， 那很多人会想说这次是出100-400GM 的2代，但其实不是哦。我们觉得光从外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颗镜头呢，它其实走向了非常不一样的路径，无论是外观上的设计，还有体积当然也是。新的这个100-400GM 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改成了内变焦的设计。那旧有的100-400呢，它是属于一个外变焦的设计，同时呢，在旧的100-400呢，它的光圈是浮动的，广角端是 4.5， 然后在望远端呢是 f5.6， 而在这一次新的100-400呢，它全程都是 f4.5， 是一个恒定光圈的内变焦的一个镜头。原本以为会是延续这一颗的设计，但是呢，以这一颗新的100-400的外观呢，我觉得它更像是接近可能300-400GM 那样的设计，我们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得到，它整体的镜头的设计的感觉呢，可能更像是我们心中那些很高贵的这种长焦段定焦的镜头。无论是在你手部操控变焦的这个位置呢，它跟之前在操控对焦环的这个感觉呢，形状设计呢都非常类似。不然它有这个很漂亮的，大家最喜欢这个望远端的这个名牌，还有它内置可以装一个滤镜在尾巴的这些设计呢，都是非常类似的。接着呢，我们就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镜头从外观到内部它的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能够讲的东西真的非常多。首先，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跟大家介绍。最直觉的呢，除了它是内变焦恒定光圈之外呢，就是它在变焦环的前面呢多了一个控制环，那个控制环你可以在机身上去自定义客制你想要使用什么样的功能。一般大家可能会推荐你可以选择就是 APS-C 之间的切换那因为你可能100-400变焦完之后你觉得还不够，你要再入一点，你现场就要裁切。因为对于可能一些拍摄报道类型的使用者来说，他可能马上要出图，他没有回去挑图跟后置再裁切的空间，所以他现场就需要做裁切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非常方便。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切换对焦点。我觉得如果今天你用习惯之后这功能尤其在拍摄，不管是在拍鸟或者是拍摄体育上面，我认为都非常的方便。再来呢，它当然是有防手震的，那包含了你对焦距离的切换，包含你 FMF 的切换，这些东西呢，这个我觉得 Sony 的那个长焦镜头呢，这些大家已经都看得非常习惯了。接上快拆板的这个位置呢，它同样的呢也是有这个提把的设计，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在拿这种长焦镜头呢，都会使用这种提的方式那在镜头前端这个地方呢，一样会有 Smooth 跟 Tight 的切换，所以当你今天在变焦的时候呢，如果今天你需要快速的变焦，你可以把它切换在 Smooth。那如果今天你可能是拍摄鸟类，你固定了一个焦距之后呢，你不想要变动了，你可以把它转到 Tight， 它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不会太容易的去松动。对录影来说，如果今天你有需要快速的去捕捉球员之类的运镜上的需求的话，你可以使用 Smooth。那在切换上面呢，速度就会非常的快。那最后尾巴的地方呢，也是有附上可以安装滤镜的位置，所以如果今天有需要额外去增加一些滤镜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装在镜头的尾部。那它前方的口径的大小呢是 95mm， 传统这种标准的镜头盖。那同时你可以再把遮光罩放在上面做一层保护。那上面当然是会有镜头镜身上面的控制的按钮，另外它也有背带的接环在这个地方。毕竟这种望远镜头又是大概快要2公斤颗的镜头呢，有一个背带接环，方便你在移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背着镜头来使用。这个镜头呢，它也是可以搭配原厂的 1.4 倍或者2倍的增距镜去做使用。所以如果你今天使用2倍增距镜的话呢，它焦段就会变成200到800。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弹性。我自己认为，如果今天你要拍摄野生动物类型的题材的话呢，那这个镜头确实在使用上面应该会非常的方便因为100-400很多时候就很够用了，但如果你需要再更远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选配的切换的使用。那接着呢，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它的镜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首先它的镜组呢是20组28枚的设计，它的光圈叶片呢有11片，光圈是 4.5 的恒定光圈没有问题。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呢是 0.64 公尺到 1.5 公尺，这个距离其实非常的近我们这一次呢有拍了一个毛毛虫的画面，那个是在100
100端最短对焦距离所拍摄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你要拍摄一些简单的生态的话，我觉得它使用它的100端到200端，我觉得还算能够靠得蛮近去做拍摄的。那我们在做对焦测试的时候呢，又对着玉涵的脸那时候郑颖还讲说，怎么可能靠这么近就是可以靠那么近，几乎已经在镜头前端了。因为你知道0.60公尺这个镜头已经这么长了，所以就真的只是在前面一点点的距离所以这一点呢倒是还蛮意外的。在旧的100-400，它的最短对焦距离是0.98，所以就知道这两者之间其实差距还是有一点的那它的滤镜口径呢，刚刚讲过是95mm，它是有光学防手震的。另外呢，它的镀膜呢是 Nano AR 2代。这次呢，它里面的镜组设计呢有全新的 ED XA 镜片跟一片的 XA 镜片。那详细的资讯呢，我相信你可以到官网上看到更完整的讯息。那整体的画质呢，如果你 MTF 图来看的话呢，那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在马达的部分呢，它采用了4组的 XD 线性马达。那实际上在使用对焦的情况下呢，我们来回在最短对焦距离跟很远的地方去做一个对焦上的切换，基本上只要按下去呢，它马上就会到位。即便是一颗这么庞大的镜头，但我认为它在对焦速度上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在这趟旅程拍摄中呢，也有在船上拍摄一些海鸥的画面。那只要对焦框能够框到那只海鸥，基本上都可以完成瞬间对焦。再搭配 FC 的这样子的连续对焦使用下，我认为在拍摄上呢，可以减轻非常多在技术上面呢比较欠缺的部分。像对于我来说，一个拍脑新手能快速对焦到我想要拍摄物体上面，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接下来的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使用这个镜头的一些心得。因为这一次呢，就是拿到这个镜头之后，刚好就去了一趟日本的盛冈，所以大部分的拍摄都是在盛冈那边完成的。因为这个镜头你在拍摄的时候呢，还在保密期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大拉的在一些非常热门的景点，所以我就选择呢都是一大清早出门或者是去一些比较郊外的地方。但因为这个镜头，我相信就大家的直觉上来判断的，反正不是拍体育类型，可能就是拍鸟。那因为我本身并不是那么的擅长拍鸟，大家之前可能也都知道这件事情。100-400的话，我觉得在拍摄上还是有点挑战性，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运用下来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刚好在樱花季的关系，樱花搭的麻雀，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对焦性能蛮好，辨识上很好，所以即便是樱花瓣非常的复杂，那其实你穿过了层层的那个枝条之后呢，还是蛮容易可以对到焦的。那我自己的话，因为它可以透过前面的控制环去选择对焦点，但是因为我自己很习惯用背后的按钮去做对焦点的循环，那我觉得当你今天把 Sony 的相机自定的还差不多之后呢，我觉得在切换宽的区域跟扩充点这两者不停的在切换过程中，我觉得即便是前景非常复杂，它都还是蛮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去捕捉到你想要拍摄的那个主体。所以在这一次呢，透过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拍到一些蛮好玩的东西。那后来呢，就是觉得总是在市区拍麻雀不行所以我跑去了龙泽的自然生态公园它是有一个野鸟观察的森林。那在那里面呢，我就装上1.4倍的增距然后我感受一下在树里面寻找鸟类的感觉。但运气非常好，那天走进树林里面呢，就听到有那个木头敲动的声音因为前一次呢，我们在测试400-800的时候呢，跟郑颖在北海道有成功拍到啄木鸟，所以一听到那个木头敲动的声音，我就知道，哎呀，这附近肯定有一只啄木鸟，所以也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去拍到那只啄木鸟。虽然说不像上次400-800焦段那么的望远可是我觉得在可视范围下的鸟类我觉得100-400，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靠近那些鸟类的话，我觉得焦段其实还是够的。像除了拍到那些啄木鸟之外呢，也拍到了一些其他当地的各种鸟类那虽然有些我不认识，但我觉得在400端的拍摄下，甚至加上1.4倍增距，我觉得是足够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轻度的想要拍点点鸟的话，你购买这个镜头，我觉得它弹性上面可能算是还蛮大的。就你可能可以拍一点城市，拍点建筑，拍点风景，拍点人像，再大一点鸟类。那提到人像，虽然说人像应该不是这个镜头主要的目标客群，但就我自己而言，那我们这次在盛冈呢，因为刚刚跟徐老师一起去，所以在一些大的神社，像八幡神社那种比较广阔神社，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利用这个镜头来拍一点不太一样的人像创作。所以我请徐老师站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呢，这张照片呢，其实焦段已经到350了。我把徐老师的占比呢，还是站在画面中非常小部分，你就可想而知，我们之间的距离呢非常非常的远。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神社的整个本体的部分呢，因为长焦段视角很窄，压缩感很强关系，徐老师那个其实后面有很长的楼梯，其实它距离
离神社的本体啊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但是在这个焦段情况下，这几乎就在它正后方，所以那个整个立体感呢，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在300-400能够做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拍摄的效果。那我知道，一般我们讲到长焦人像，可能大概150-200大概就紧绷了，大家可能用70-200或者是用之前51-50，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当你今天要更进一步达到更夸张的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个镜头呢，确实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感觉。那另外我们还在旁边的巷子去拍摄一些画面，就是整个墙面往前延伸，然后让徐老师靠在墙角的某一侧。那你在看那个画面的感觉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效果也确实在这种长焦段的焦段下呢，才能够做得出来。那当然在街上拍摄的时候呢，盛冈它有非常多桥，然后后面可以看到巨大岩手山，所以我也在市区清早的时候，大概6-7点的时候呢，在街上随意的拍摄一下。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你后面有一座高山，直接用非常望远的焦段呢去前景带到人，后景带到山，巨大的那个山的那个感觉呢，我觉得也是在这种焦段下特别能够发挥的。帮大家简单比较一下，我今天带风景的时候呢，从100到200到300到400，在拍摄上的实际上的效果，背景如果是巨大岩手山的话，确实你用400是有点太多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是在一个更远的山上，或者是你今天要拍摄一个更远的目标，在合欢山的某一侧要拍摄另外一侧的山峰的时候呢，你使用300-400这个焦段，我觉得能够拍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在市区里也是一样，如果有一条干净的很长的巷子，比如说基隆那些斜坡，或者是台北市区的任何一条巷子，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带到远方建筑物的话，我觉得利用这个焦段呢，那其实我自己在拍摄这段时间心得，我觉得除了去拍摄那些我们直觉可以想到它适合的题材之外呢，那确实还是能够做出蛮多好玩的东西。那另外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次很大的心得，因为它防守阵性能蛮好的，这样对焦性能很不错。那我在宫古市的时候呢，有搭船坐观光船，我在港边稍微游览了一番。大家知道那观光船的最大重点呢，就是会有海鸥跟着那个船。那海鸥的动态呢，其实它慢慢飞，它会跟着那个船体的速度，大概有点等速的感觉，所以在拍摄上不是那么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想尝试拍一些鸟类飞行的感觉，你觉得平常在那些高手在拍鸟那个太难了，你想稍微降低难度的话，我觉得在那个观光船上拍海鸥啊，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海鸥它滑翔的那个频率啊，它其实慢慢的，你仔细观察，其实可以抓得到。那你只要顺着它的角度去做拍摄，其实蛮容易能够拍到它在空中飞行的那个感觉。那在那样子的拍摄下，如果今天你拿的是像我们上次介绍的400-800来说，可能焦段是太长了，因为400真的非常的长。那100-400，我觉得它因为是变焦，弹性可能又会比像300GN来的更好，所以我认为在焦段的上面呢，在遮烫使用下来说，如果今天你要我选择，我并不是一个专业拍鸟的人，那如果你非要我买一颗镜头来做就是长焦的拍摄的话，我觉得100-400，我觉得更弹性一点。因为如果今天你要再更望远，可能可以再加上增距镜。那当然了，如果今天你入门拍鸟，你就是拍鸟了，那400-800绝对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像我可能要拍一点人像，可能是想拍点建筑。那如果你突然想要拍摄一下河对面的那些房子，你想要拍摄那些建筑物的立面，你想要拍摄那些很工整的画面，甚至你想要就捕捉一些城市的细节，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细节的捕捉器。就你可以去抓到城市各种角落的一些细小的东西。那我们100-400这个焦段呢，我认为相当的好用。最后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镜头到底推荐给什么样子的用户。虽然说前面我分享很多我自己在使用上面的心得，但不得不说，这个镜头整个不管是规格或者它的性能，绝对是适合你专门是在拍摄有体育类型的，包含就是动物、野生动物类型的，就是拍摄鸟当然是没有问题。然后各种活动记录报道的题材，这个镜头都非常好。一个恒定光圈，一个内变焦，在各种环境下呢，我认为在使用上面呢，相对来说都会更为方便一点点。那它的整个握把是非常的粗的，所以在操作上面呢，我觉得蛮稳定的。那它的配重又重心又靠后，所以我觉得在任何激烈拍摄上，尤其是体育类型，虽然说这一次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使用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拍摄，不管是篮球或者是各种体育竞赛的话，我觉得这个镜头应该会是大家心中的已经列入清单的一颗镜头，我认为绝对是值得推荐。那对于业余的用户来说，那不是直接在拍摄这些题材的人来说的话，推不推荐呢？我认为呢，如果你今天就是很想要尝试长焦拍摄，那可能价格跟重量虽然乍看会觉得很大，可能会觉得就是好像有点负担。我其实在这整趟日本的拍摄下，我整天几乎都带着它，我觉得还是 OK 的。无论在职业用户或在业余用户上，我认为呢都是一个蛮值得推荐的镜头。
最后呢，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这个镜头我自己使用下来心得，确实是非常满意的。你要问我说，买这样一个镜头可以得到什么？我讲个简单小故事。在拿到这个镜头，在今天拍摄之前，2天，那因为要补一点画面，跟郑颖跟玉涵呢，我就说，不行，我们要再去拍一点鸟。那这样郑颖可以带到我拍摄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可能会让影片丰富一点，所以我们就决定上阳明山。因为我想说，台湾蓝雀的季节，那我们应该可以拍一个台湾蓝雀吧。那大家都知道，拍鸟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那我们毕竟也不是专业在找鸟的，听到满山遍野的鸟叫声，一只鸟都看不到，我觉得自己像瞎子一样，也从咸山公园哪里到处绕，然后还在穗子上找说，最近哪里看哪里有人发的时候有看到之类的，就找不到。正准备要下山的时候呢，突然玉涵就大叫一声，然后就看到这台湾蓝雀从树丛的一端冲就飞到另外一端。接着呢，我们就是蹑手蹑脚的、小心的、不停的在靠近那几只蓝雀，然后就从1只变成2只，2只变成3只，看到一大群蓝雀就是不停的在觅食，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的午餐的动线一路吃毛毛虫，一路吃什么东西，一路陪着他们从山坡上一路吃下去，那我们就一路拍下去。那拍一拍，觉得素材差不多了，我就把镜头交给玉涵，拍几张试试看。一开始就是看玉涵拿起来好像很重的感觉然后没一会功夫，我跟郑颖聊过天之后呢，他就拍完了。我心里想可能是反正就按个几张，没有就算了，就是好玩一下。但事后在检查照片的时候发现，就是玉涵拍那2张照片呢，其实也蛮漂亮的。我觉得这个镜头真的很厉害，对于完全没有拍过鸟的新手来说，你只要找到那只鸟在哪里，那你对到焦，然后因为它光圈又足够大，所以在树林中可能 ISO 稍微拉一点，他们将一点点将防震一些辅助，可以很轻松的拍到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还是一样，我们先撇过价格不谈因为谈那个东西就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单就这个镜头能够带给你的乐趣，我认为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有一些题材你没有尝试过，你可能永远不会感觉到它好玩，但当你试过之后呢，你可能可以慢慢体会，就是为什么那些喜欢拍鸟人他们会愿意扛着一个大镜头，扛着一只大脚架，然后呢就是清晨爬上山，然后一群人在那个地方看到鸟就很兴奋。当你今天真的看着那个树林中的台湾蓝雀，你对它按下一次快门，看到那个照片之后，我觉得你才能够去体会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颗镜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敲门砖。就是这样，我是赵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